捡到一个空塑料瓶，奖励100元；捡到一个烟盒，奖励80元。恭喜宿主捡到一部破手机，奖励5万元。我靠，一个破手机奖励5万块！小心！没事吧，小朋友？没事，谢谢哥哥，你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不客气啊。糖糖，你没事吧？小伙子，太谢谢你了！刚刚多亏有你，我女儿才能平安无事。你是收废品的吧？啊，对。正好我店里有一些啤酒瓶，你拿走吧。哎，行，谢谢啊。我叫宇轩，刚刚失业，只能靠收破烂来维持生活。哎呀，把这些瓶子卖到废品收购站，也就只能赚个几块钱。怎样才能赚更多的钱呢？检测到宿主行善积德，破烂回收系统绑定成功，系统将以超高价格回收宿主的破烂。我操，居然出系统了！检测到宿主有24个空啤酒瓶，请问宿主是否回收？啊，回收！共回收24个啤酒瓶，奖励4800元，支付宝到账4800元。我操，我这卖的不是啤酒瓶啊，这简直卖的是翡翠啊！按照这个回收价格，我成为首富指日可待了。今天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我收破烂。捡到一个空塑料瓶，奖励100元；捡到一个烟盒，奖励80元。恭喜宿主捡到一部破手机，奖励5万元。我靠，一个破手机奖励5万块！哎呀，一上午就捡了28个空瓶子，还有20个烟盒，还有2个破手机，一上午我就赚了10万块。系统打开折扣商城，今日折扣0.01折，限量版迈巴赫原价500万，折后5000元。这商城是什么折扣系统啊？这5000块钱就能买到全球限量100台的奔驰迈巴赫。哎，系统，购买折扣商品。限量迈巴赫购买成功，还请宿主时刻准备查收。好，坐等查收豪车。哎呀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哎呀，终于吃饱了。我操，这可是限量版迈巴赫，500多万一辆，而且全球限量100台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啊。那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，这要是剐蹭一下，倾家荡产我都赔不起。这就是我的车，这么快？宿主购买的限量迈巴赫已送达。哎呀，这应该就是我那个迈巴赫的车钥匙。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一个捡垃圾的往前挤什么呀？刮坏了你可赔不起。我不会做梦了吧？这辆豪车竟然是他的！现在这年头，捡垃圾这么赚钱吗？捡到一个编织袋，奖励800元；一团废纸，奖励150元；一个烟头50元；两个塑料瓶400元。一会儿就赚了1400块，这在系统的每日折扣商城里，相当于140万的购买力。我操！一台破笔记本电脑，一台破手机都值5万块，那一台破笔记本电脑，价格翻个7、8倍没问题啊！恭喜宿主捡到一台破笔记本电脑，奖励50万元。50万！我靠！发了！我可以在折扣商城里买很多的豪宅了。李轩，啊？
是以前的同事蓝小蝶，之前工作中没少照顾我。李轩，你怎么在这儿捡垃圾啊？捡垃圾怎么了？不，李轩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，凭你的天赋跟才华，不至于干这种事情。他们欺负我，还把我的裙子弄破了，回去妈妈肯定要凶我了。赶紧去买条新裙子吧。李轩，我不是看不起你，我是想帮你。这个是我1年攒下的存款，你拿着创业吧。对不起啊，小蝶，我刚才误会你了。但这钱我真不能要。你拿着吧，你拿。哎呀，真不能要啊！这样，我带你去看样东西，你就知道了。李轩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你看，我现在很有钱，明白吧？不，李轩，你就算没有钱，你也不能偷车啊，这是犯法的。哎呀，你这丫头。喏。这真是你的车啊？那还用问吗？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好。到家了，等我有空了再来找你玩。那你一定在找我啊？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那你一定来找我啊？放心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把小蝶送回去了，接下来还是去捡垃圾吧。可是要去哪里捡呢？哎，对了，去饭店捡易拉罐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这不老同学李轩吗？几年不见，这么拉了，开始捡垃圾了。捡垃圾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影响我的心情。你们店里这么多人，就让这个收破烂的进去，这多影响人吃饭心情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您进来吃饭可以，但麻烦您把袋子留在外面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不顾及别的顾客的感受吗？你看他一副穷三样，也不像是能在你们饭店吃得起东西的人。哎，我说你也读过几年书，你们老师怎么教你的？没说过人人平等啊！一顿饭钱我还是付得起的，别说吃这一顿饭，就把这店买下来都没问题。就靠你捡垃圾？怎么回事？在大门口吵吵闹闹。刘经理，这位先生想要进去用餐，我建议他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外面，而另一位先生不想让他进去，就起了一些争执。这位顾客，我们店向来是顾客至上，所以你们就不应该让这收破烂的进去，看得穿的穷酸的，多影响吃饭的心情啊！狗眼看人低。麻烦你在商场里给我买一套好的衣服，我换了总行吗？先生，不用那么多钱。没事，剩下的就当带你店吃饭了。好的。倒是你，一口一个捡破烂的，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，很可耻吗？像你这种不尊重别人的人，最可耻。我看啊，你的那个女伴也不愿意和你交往吧？收破烂怎么了？我奶妈就是靠着捡破烂把我养大，供我读书的。你这种人真没素质。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啊！陈小飞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配不配得上。先生，您的衣服。谢谢啊。现在要进去吃饭吗？哎呀，真不错呀！这可都是我们店里的招牌。你们店口味这么好，就没有想过再做大一点吗？的确有这个想法，可目前实力不允许啊。这个简单啊，我入股你们酒店，出资包你满意，你出技术，我出钱，咋样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主要看重你们店客流量大，饭菜好吃，服务态度好，最重要的是你们家还有那么多的易拉罐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有一些小癖好，喜欢收集点易拉罐。那我现在就把店里的易拉罐和饮料瓶拿来。好，去。这家店看起来不错，投资应该能赚钱，
而且也能趁机收集店里的垃圾啥的，一举两得。您的易拉罐和饮料瓶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哎呀！恭喜宿主捡到一个易拉罐，奖励200元。恭喜宿主捡到一个饮料瓶，奖励100元。恭喜宿主捡到一个易拉罐，200元。恭喜宿主饮料瓶，奖励200元。要把店做大，还是得自己有一栋独立的酒楼。可惜我现在的钱还不够。今日折扣，宿主可以以0.01折购买一栋房产。太好了，刘经理，我出资先给你换一个大酒楼。真的？这里确实不错啊。哟，刘经理，您又来了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次来了？刘经理，您又来了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次来了？这次来是想买下这里的酒楼。刘经理，这话我可听了不止一遍哦。我想先买下第1层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您是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的，要买啊，得全买。不就是3层楼吗？我全买了。3层楼，3层楼可是要3000万，你买得起吗？一次性付清，帮我刷掉。臭小子，一股穷酸样，能有什么钱？这卡里要是有钱呢，我当众下跪给你道歉。好啊，我看你今天啊是跪定了。拿着刷卡去。到账3000万元。经理，钱已经到账了。啊，这，跪下道歉。厉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。厉先生，我马上拿合同给你，好不好？就你这种渣渣，配服务我吗？我要见你们公司老板。哦，见老板啊！好，我马上给老板打电话。我打电话。老板呐，您快来一下，这边有情况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路上耽误了些时间。无妨，赶紧签合同吧，我还要去捡垃圾呢。李先生签了3000万的合同，还要赶着去捡垃圾，真是低调啊。老板呀，老板，你这挑负责人的眼光真不咋样，挑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只会影响你的生意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把他开除。走吧，刘经理。老板，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对待他的。老板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老板，不要开除我！老板，不要开除我！像你这样的人，有资格在我这里工作吗？今天就给老子卷铺盖走人！老板，我错了！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。李先生，谢谢你投资我。我这钱啊，可不是白给你的，好好干，千万别让我亏了。您放心，一定不会亏钱的。你回去好好规划规划啊，出个具体的方案，我还要去捡垃圾呢。检查到宿主回收一栋房产，奖励万豪集团60%的股份，请在规定时间内签署合同。我去，这可是万豪集团60%的股份。万豪集团可是全国50强，我现在就去。这可怎么办？车都给划成这样了。这要是维修起来呀，至少要花10几万。希望车主他人能善良点，能体谅体谅这位大爷。10几万，我怎么能赔得起呢？哟，这豪车的主人竟然是个年轻人。小兄弟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车这么贵。大爷，你这钱，这是这段时间捡废品赚到的钱，都给你了啊！大爷，大爷，你这一车废品能卖多少钱？大概能卖个200块。那这样吧，你把这一车废品啊卖给我，车你不用赔了。不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这一车垃圾你直接拿走吧，你没让我赔钱已经很好了，我怎么能再要你的钱呢？大爷，我这人啊最不缺的就是钱，这个拿着啊，废品我要了。这小伙子不仅有钱，还这么有善心。你懂什么呀？就是这小伙子善才会有钱。我来帮你。我也来。来。谢谢啊，大家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检测到宿主已到达万豪集团，请宿主前往李嘉诚办公室，与李嘉诚签订合同。李嘉诚可是万豪集团的创始人，是财富榜前10的大佬。请问你们李总现在在哪里？
请问你们李总现在在哪里？先生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有预约吗？这个我还真没有，不过麻烦你转达你们董事长，说是一位叫做李轩的人找他就行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，是不能见到我们董事长，还请您离开。哎，你这……哼，小子，今年预约董事长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滚一边去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什么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竟然敢对老子这样说话！信不信我现在把你赶出去？赵总，我现在就叫保安过来，把他赶出去。保安，住手！你们这是上班时间，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王助理，这里有人闹事儿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就这个兔崽子，他不仅辱骂我，还辱骂公司，早就该把他赶走。赵先生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给您处理。我相信王助理一定会公事公办的。哼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一过来就说要见董事长，而且还没有预约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李轩。什么？李轩？李先生，我现在就带你上去找董事长。王助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怎么看都像是捡破烂的吧？赵辉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可是我们董事长的贵客。什么？董事长的贵客？李先生，这都是我工作上的疏忽，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。不会。麻烦你跟你们董事长说，让他赶紧下来，我就在这等他。好的，您请稍等，我现在就叫李总下来。好，谢谢啊。各位，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非常不错啊。董事长，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打扰我开会？咱们公司的那贵人已经到楼下了。什么贵人呢？就是李轩先生。他在哪呢？就在1楼的前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小子，真以为李总会亲自下来接你？真是痴人说梦，异想天开。这边，看见没，小子？李总过来接的是我，不是你。识相点，你马上给我滚蛋！李总，您怎么亲自来的？上一边去！李先生，您可算是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李先生，您可算是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哎呀，都是我工作做的不到位，还请您谅解。李总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跟您谈一个协议啊。这是我带过来的合同，请您过目。那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，忙你的啊。走了啊。李先生慢走啊。李总，把这位前台小姐给我炒了，拉进黑名单。明白。李总，我是特招经理，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，是这个女人惹的祸。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当我们公司的特招经理？我看你是异想天开了吧？让保安把他拉出去，而且赵辉这个人也拉入黑名单，告诉集团所有的公司，永不录用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小王，我提前跟你说一声，这个李轩可是我上面贵人特别提起的人，你要好好关照。如果要是怠慢了他，我拿你试问。好的，李总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儿子，过来。爸想跟你聊聊。儿子，自从咱家破产以后，你吃了不少苦，爸对不住你。爸，没事，我现在能自食其力了，不用再依靠你们了。你们呀，就等着享幸福就行了。你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爸知道你坚强，可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能让你去捡破烂，不是？爸妈，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靠自己的本事赚钱，有什么不妥的？儿子，这收破烂的活那是什么人做的？咱家虽然现在破产了，可也不至于那样活着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的好意，不过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等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能做出成绩来了。那个，我先回屋了啊。你看看他。打开系统页面。自从得到系统后，我靠捡垃圾得到了接近1000万的现金，还有一辆奔驰迈巴赫，以及万豪集团60%的股份。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，还得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。后续找人把父亲挖过来，最好时机成熟再告诉他。
这样才能让父母安心。恭喜宿主捡到一个易拉罐，奖励200元钱。恭喜宿主捡到一个 U 盘，奖励5万元钱。从早上开始捡垃圾到现在，已经赚了20-30万。上班？上什么班？上班哪有捡垃圾赚钱痛快？喂，你哪位啊？轩哥，是我，蓝小蝶。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应聘失败了，我妈还催着我去相亲，我不想去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万豪广场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轩哥，你这又捡着破烂了？捡破烂是我的事业。走。哟，真巧啊，李轩，又碰上你个捡破烂的了。这不是咱们班花蓝小蝶吗？你这眼神不太好啊，找林轩这个捡破烂的。小飞啊，你怎么还认识这种人啊？我也不想啊，谁让这是我老同学呢？李轩靠自己的劳动生活，况且捡破烂也不算犯法，你们凭什么瞧不起他？这不是刚才应聘失败的那女的吗？怎么没被我们录用，开始在这儿邀请人来了？还有这事，小蝶，你要是想来公司，你可以早点跟我说。你要是跟我说，我肯定给你安排个岗位。我才不找你。没事，有我呢。一群疯狗而已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李轩，你这废物说谁呢？你怎么？你这废物还敢说我？信不信我让保安把你们赶出广场？有本事那你就来试试。李轩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要不咱们走吧？万豪可是华夏50强企业。50强怎么了？老子难道怕他们不成？口气还挺大。你知道万豪是什么存在吗？估计你这种穷人这辈子也别想踏进这个大门。是吗？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你要是能进去，我跪下给你舔鞋。这不是万豪经理助理陈助理吗？这个捡破烂的人可真有胆子，还敢跟万豪的人叫板。估计一会儿有人要哭喽。李轩，那你要是进不去怎么办？我要是进不去，你说怎样都行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等会儿你要是敢反悔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好，那进吧。怎么了？不敢进了？你该不会现在就要认输了吧？等我打个电话，让万豪的总经理下来接我。喂，我来了，下来接我一下。喂，我来了，下来接我一下。让我们总经理接你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挤了？我们总经理是李万基，怎么可能见你们这种垃圾？笑话！李轩，不行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总经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陈小飞，你干什么？没长眼睛吗？不是，经理，这是怎么了？公司的最大股东马上到，肖总带领我们全体中高层一起过来迎接。最大股东？你们两个废物怎么还不走？没听到我们公司大人物要来吗？大人物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大人物应该就是万豪的大股东吧？这位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股东要来？因为这个股东啊，就是我。李轩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这个时候还在装逼，赶紧给我滚！李董，您就是李董，实在抱歉，我没能在第一时间出来迎接你，请见谅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不是，肖总，您别被这小子骗了，其实他就是一个……你竟然敢对李董不敬，把这混蛋给我赶出去，永不录用！李轩竟然真的是集团的股东。李轩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一次机会。李董，你看他怎么处理？那就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你看公司要是缺保洁或者是扫厕所的工作，给他留意一下啊。他们几个也一样。行，一切听李董安排。李董，这位是你女朋友啊？对，这是我女朋友。上午过来面试，你们把她拒绝了。这个事儿你看安排一下。
好，我马上安排。李董，你看你女朋友想要什么职位？随便安排吧，弄个经理啥的当当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来的事儿千万不要对外透露啊。是，李董放心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有事儿啊，记得向我汇报。好，李董慢走。好。轩哥，谢谢你。哎，小事儿。没想到你本事这么大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没事儿，现在工作的问题解决了。你就先回去吧，我还要捡破烂呢。那轩哥，那我走啦。好。轩哥，拜拜。拜拜。捡破烂去喽。显卡，好东西啊！恭喜宿主捡到一张显卡，奖励20万元，宿主回收达1000万，奖励蓝调酒吧一间。蓝调酒吧，这可是台服市逼格最高的酒吧了。艾妈，怎么了？小轩啊，你小时候的玩伴詹婷回来了，她说好久没见你了，想要见你，你看行不？詹婷，行，那你把她联系方式发过来，我来联系她。好。正好约詹婷啊去蓝调酒吧搓一顿。小李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小子变帅了，而且还长高了。就是这么些年没见，你小子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？没有。没有个屁！8、9年都不跟我联系，电话换了也不说一声，真不够意思。詹女士，我错了。哼，原谅你了。你不是学服装设计，在京都工作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因为我失业了。啊？来，庆祝我失业，干一杯！来。注意点，穿那么清凉，别走光了。怎么了？你害羞了？没有啊，不过你回来打算做什么？没劲，能干什么？混吃等死啊！詹婷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创业？想啊，可是没钱啊。我帮你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，我最清楚。好意我先领了，喝酒。我先去上个卫生间。先生，厕所那边有个詹小姐，是您的同伴吗？怎么了？她在厕所那边出了点事，您快去看看。哎，这位美女，哥哥带你去玩好玩的。一个人多没意思啊！咱们一块耍耍吧。你去人家给我滚！还挺辣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带劲儿的。老二，上！住手！妈的，竟然敢踹我！敢打我兄弟，你活得不耐烦了你？打的就是你们这群混蛋！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让你看看我们三兄弟的厉害。检测到宿主面对危机，是否购买防身技能？购买。散打技能购买成功，花费10万元。给我上！李轩，你好厉害呀！小意思，你们几个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个屁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哎呦，住手！廖经理来了，你完蛋了你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在你们这儿被他打了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等我了解完情况，再做主也不迟。这位先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廖经理，如果你们蓝调酒吧的老板带的女伴被人给欺负了，你应该怎么处置？你说你是蓝调酒吧的老板，就你像屁吃呢！闭嘴！这位先生何出此言？喂，廖经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
我是你们蓝调酒吧新来的老板李轩，多多指教。老板光临，有事远迎，是我的失职。没事儿，这几个你处理一下。来人，把他们几个给我摁住！李先生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马上要被打了。今天要不是我，怕是已经有小姑娘被你们几个祸害。我走了，这里你处理吧。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这回碰上硬茬了吧？武打！没想到你这么有实力。怎么知道我有实力，想抱我大腿了？如果我想抱你大腿，你会怎么样？舍得拒绝我吗？行了，正经点，要不要合作？我只出钱，其余的你负责就行。当然合作啊，有大腿不抱王八蛋。那行，那你回去想好方案，资金我管够。李老板大气啊！不过我先说好了啊，你可不能让我亏钱。如果让我亏钱的话，有你好看的。怎么让你亏了，你还能让我以身相许啊？不仅要以身相许，我还要让你当我的贴身小丫鬟，天天伺候我洗脚。哼，敢让我当你的小丫鬟，信不信我拿开水烫死你？嘿，好了好了，小弟知道错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行，你送我回去。走。李轩，这不会是你的车吧？你猜？小李子，你现在真是有出息了。走，上车。李轩，你家不是破产了吗？你现在怎么这么有钱啊？我呢，靠捡垃圾赚了点启动资金，然后呢，就靠这些钱创业赚了点钱。真厉害啊！运气好而已。有点困了，我先睡会儿。到了你叫我。行，睡吧。到了我跟你说。真婷，醒醒。到了吗？到了，你下车回去吧。你不送我进去吗？这大半夜的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再说了，也没有几步路，你自己走回去吧。关系淡了。拜拜，下次见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？恭喜宿主捡到一个易拉罐，奖励200元。哇，银项链，好东西啊！恭喜宿主捡到一条银项链，奖励50万元。不错呀，50万！这几天捡垃圾捡了有8、9百万，再加上之前的，快2000万了。这富裕路走的是越来越好了。哎，好久没跟小蝶吃饭了，约小蝶吃个中午饭。喂，小蝶，中午有空吗？一块吃个午饭。好的。哎，小蝶，你在公司怎么样啊？还适应吗？挺不错的，托你的福，大家对我都挺好的。那就行，那你在公司跟别人多学一些有用的东西，等我以后开公司找你帮忙。好呀。哎，对了，公司最近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子公司，做国际快递，开展新业务呢。互联网时代，国际快递绝对是块肥肉。没想到万豪这些人的前瞻性这么强，如果利用国际快递这个渠道，绝对可以做很多便利的生意。你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没事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长通物流园里有不少仓库，我正好去租下个仓库，作为创业的第一步。你怎么开车的？你个臭捡破烂的，骑车不看路吗？给本小姐的车刮了，不知道吗？你有病吧？明明是你开车技术不行，撞了我还是我刮你车？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小
想走没门儿！本小姐刚提的车你就给我刮了，今天要不赔钱别想走。你这女人是疯了吧？赔钱，不赔钱别想走。我赔个屁！我赔，不赔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，怎么样，李总？你谁啊？李总，我们老板想见你一面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我有系统庇护，不怕有人害我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何方神圣。哎呀，先生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下去吧。嗯。李总啊，你好。素未谋面，用这种方式约我见面，不太合适吧？这确实有些唐突，不过不用这种办法的话，恐怕很难见上李总一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龙达集团董事长张谦。有话直说吧。万豪集团占比60%的股东，蓝调酒吧幕后老板。李家破产2年，你仅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拥有这么多的资产，我很好奇李总的手段，也想跟你合作。我们之间好像没什么合作的吧？哎，李总，冯天鹏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？害我李家破产的罪魁祸首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。冯天鹏在背后搞我，也害你们李家，所以我想跟你合作。你想怎么合作？搞垮冯天鹏，吞并他的公司，然后你顺理成章的拿走你李家的东西。冯天鹏现在是天鹏集团的董事长，想要搞垮他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事在人为嘛，有些事情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在这见面。张总，你说的话我都能理解，不过对这个事儿，我现在不感兴趣。李总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让小晴陪着你，考虑好了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冯天鹏肯定是要对付的，但是张谦还不值得相信，还得观察观察。你跟着我干嘛？先生让的。我可不需要你这样的疯女人跟着我。你要跟就跟着啊，我捡我自己的垃圾去了。检测到宿主捡到易拉罐，奖励200元。宿主收入已达到2000万，波兰系统升级。系统升级了，现在除了有0.01折扣，还有买1赠1优惠专区，还有技能购买专区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打开买1赠1折扣区，买1赠1折扣区已打开。目前活动，购买价值100万元的国贸大厦店铺，赠送价值1亿的山水庄园楼盘。我靠，这个买1赠1有点强悍啊！花100万买下国贸大厦店铺。国贸大厦店铺购买成功，山水庄园楼盘赠送成功。花100万买1亿多的东西，真爽啊！技能购买专区，下次再干嘛？关闭系统。小子，上午刮了我的车还没赔呢，我这跟你1下午了，你难道不请我喝点什么吗？你想喝什么自己买去，别找我。你无耻！刮了我的车就得赔，不赔，今天晚上我都跟着你。行，你想跟就跟呗，大不了跟到晚上，跟我一块睡都行。你无耻！哎，我还没见过这么无赖的女人。喂，臭小子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我现在遇到了个麻烦事儿，原本公司要租的写字楼被人买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，再买一个不就行了？你说什么？买一个？你脑袋进水了吧？台服是现在一栋写字楼都要上千万，甚至上亿，还说买一个，你疯了吧？那个什么，我一会儿再打给你。给你们老板打电话，问一下台服市好地段哪有卖写字楼的。通河路3和大厦正在出售。3和大厦，走。女朋友？不是，是个疯女人。走吧。
孙老板，张总介绍的。张谦是吧？哎，他介绍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孙老板，我们都是生意人，不管介绍人好与坏。你这栋写字楼，我想买，你说个价格，我看看合不合适。你知道我这个地方多少钱一平吗？你想整栋买下来，知道要多少钱吗？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买东西，又不是欠你钱。哟呵，这小娘们还跟我急上了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孙老板，你这个写字楼多少钱？你说个价格，我来听听。8000万，少1毛都不卖。8000万，你直接去抢劫好了。买不起就滚蛋，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浪费。后面还有人等着要看房呢，别碍事儿。看来孙老板是不打算做生意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喂，是万豪刘助理吗？上次的事怎么样了？你要是办成了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！万豪集团想办事没门儿。喂，刘助理，我是李轩，告诉你们总经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跟这个孙老板合作。小子，今天要是我的生意砸了，我拿你试问。那咱们就试试。小子，喂，刘助理，刚才是个误会，其实孙老板，合作终止，得罪我们李董，万豪绝不允许有任何合作。不是刘助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李董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得罪李董呢？李董就在你面前，你个白痴！李董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我错了。孙老板，您刚才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您看这写字楼，我送您。钱我照付，送我还真不想要垃圾送的东西。李董，这个钱我一会儿让秘书打给你，合同下午会有人过来找你办。我们走。小轩，你到底还有啥没告诉我？你竟然是万豪那个神秘股东？我本来想低调的，但是实力不允许啊！我摊牌了，我确实是万豪股东。没想到你隐藏的这么深。哎呀，哦对了，千万别跟我爸妈说，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啊。那就请李总庇护了，要不然我就把你身份报出来。哎呀，行啊，走吧。开业大吉！来，请进，欢迎！欢迎！恭喜！谢谢！里边请！恭喜！谢！哎，还跟着你呢，你不去处理一下？干嘛？跟你们老板说。等一下啊。喂，小轩，你爸被打了。什么？我现在过去。怎么了？我爸被人打了，我现在过去一趟。我陪你过去。不用，公司刚开业，离不开你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妈，我爸这是被谁打的？听说是冯天鹏公司的人，他们和你爸的公司在竞争一个项目，你爸负责这次竞标，结果在竞标会上就出了事情。又是这个冯天鹏，简直是给脸不要脸！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还真以为李家是软柿子。许晴，告诉你老板，我答应合作。妈，这事你别管了，照顾好我爸，其余的事交给我。小轩，你别冲动，这事已经报警了，你就不要掺和了。妈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交给我办就行。李总，你父亲的事儿
你打算怎么办？以牙还牙。好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会帮你处理打你父亲的人。收拾那些人只是顺带，背后的人是冯天鹏，最应该对付的是他。没错，冯天鹏霸占你的资产和公司，这次你们没有离开台服，他肯定如鲠在喉。这只是他们对付你们李家的第一步。说吧，怎么对付冯天鹏？冯天鹏的公司主营的是房地产开发和珠宝行业，这次他想要台服南区的一块地皮，我想要给他抢过来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这块地皮需要3个亿的资金，我手上能动用的只有2个亿，剩下的还请你帮忙。那拿到之后，我还有什么好处？地皮开发后续40%的利润，我可以给到你。1个亿，我可以去万豪去拿，而且张谦给出的条件很有诚意，这次可以答应。好，钱我让万豪那头打给你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李总爽快。检测到宿主对付冯天鹏的天鹏集团，是否花费1万元购买天鹏集团相关信息？系统居然还有这种功能！购买相关资料购买成功，请查收。我去，天鹏集团偷税漏税的消息，但是没有具体的细节，想要举报应该是有些困难。孙大志，天鹏集团的副总，他应该知道天鹏集团偷税漏税的消息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给策反。有了这张牌，明天再去找张倩，多要一些利益。哟，这不是闲职吗？怎么收破烂了？冯天鹏，你说你爸有多不是东西啊？我跟他这么多年感情，你们家落魄了也不知道来求求我。你求我，我怎么也得在我公司安排个保安工作，何苦收废品呢？我不需要。行，你还挺硬气，小子，你别狂，说不定哪天你跟你爸一样躺在医院里。哼！早晚有一天跟你把账给算清楚。刚才在来的路上遇见了冯天鹏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被他嘲讽了一顿。张总，如果我有100%的能力拿下地皮，你愿意再付出多少利益？100%？难道李总还有什么底牌？这个你别管了，你愿意付出多少？只要你能帮我拿下这块地皮，我原来许给你40%的分成，我愿意再加上10%。行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个张谦，就是龙达地产那个？是，没错。哼，一个蝼蚁也想跟我抢生意，弄他！是。孙叔，李轩，孙叔，最近混得不错嘛？听说都干上天鹏集团的副总了。李轩，你们李家的事情我没有落井下石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。孙叔，冯天鹏对我做了什么，你应该清楚。当年我爸给你机会把你带起来，你是不是也该知恩图报？李轩，我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不要难为我好不好？孙叔，你应该不会忘了当年你老婆重病来我家借钱吧？哦对，你应该不会忘记当年你出轨是我帮你解的围啊。李轩，你们李家对我的好我记着，如今事情成这样了，你就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帮你一次，也算是还了你们李家的情谊。好，天鹏集团偷税漏税的详细过程你应该清楚，你去税务局把他们举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干的。你也知道，如果我干了这件事情，能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？说吧，多少钱？你开玩笑呢吧？你们李家现在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1000万。2000万。喂，10分钟之内
到天鹏集团大厦楼下的停车场，快！李轩，人年轻要好好学习，不要说大话。这件事情跟我无关。哎，等等，孙叔，再等会儿吧。好，我就再等几分钟，看你今天能玩出什么把戏。刘助理，哎呀，李董有什么吩咐？转3000万给他。好的。李董，你就是万豪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神秘年轻的万豪的大股东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万豪的李董。李董，我3000万，愿意做就做，不愿意做，现在就可以滚蛋。好，我愿意。你跟孙大志签合同。记住，我们没有见过。好，我们没见过。坐。李总，情况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一切准备妥当。李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时候竞标会能放这种臭虫进来了？看来这竞标会的安保工作不行啊！与冯老板这种比起来，我这个臭虫又算得了什么？你息怒，息怒！李轩是我的贵客，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，还请您见谅，多多包涵。哦，原来是你把他带来的。怎么着？你俩想合伙起来对付我？哼，一个臭老鼠，一个收破烂了的，自不量力。哼！今天我们要竞拍的是台福南区的一块地皮，起拍价5000万，每次最少增加10万。现在竞价开始。1个亿！哇，冯老板真大气，竟然出价1个亿啊！冯老板真有实力啊！10万的价，搞冯天鹏的心态。1个亿零10万，这张谦竟然敢跟，他不知道冯老板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吗？我看他真是痴心妄想。1亿5千万，1亿5千万零10万，2个亿，2个亿零10万。张谦，你没钱就不要举牌，10万的价，还不够丢人的呢。规则允许。冯天鹏，你急什么？是不是没钱了？捡破烂的也敢说我没钱？3个亿。李总，钱已经超了。没事，接着举。3个亿零10万。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不过以你的实力，这3个亿已经到极限了吧？我不信你还敢跟。喂，冯天鹏，你不是挺有钱吗？怎么落荒而逃了？你滚！冯老板竟然走了，为什么？冯老板不是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吗？那这块地皮不就成张谦的了吗？真是不可思议。李总，这冯天鹏怎么跑了呀？李总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？我找人向有关部门透露天鹏集团的内幕。李总这是手段了得啊！3亿零10万1次，3亿零10万2次，还有人要竞价吗？好，3亿零10万3次。恭喜这块地皮被龙达地产的张老板拍下，恭喜恭喜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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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张总，我先走了。李总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，多亏了你，让我顺利拿下这块地皮啊！不用客气，咱俩有共同的敌人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白白帮你，我也有地皮1半的收益权。记住，你还要帮我处理打我爸的人啊！这个呀，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打你父亲的人是冯天鹏的手下刘天龙。我要让他在医院住上几个月。你放心，我让他把医院当家来住。行，我们就此别过，走了啊。这个李轩
年纪轻轻不简单啊，手段了得，我可不敢得罪他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资产有一辆奔驰迈巴赫，3000万的现金，万豪集团60%的股份，一家投资的酒楼，还有山水楼盘庄园，以及蓝调酒吧，还有国贸大厦的店铺，以及给詹平投资的公司，还有台服地皮一半的收益。准备了这么多，我也应该自己开公司了。喂，詹婷，怎么了？公司已经开业半个月了，你也不来看看。公司刚刚签了一大笔订单，咱俩晚上去庆祝一下吧。依你的。你看看你，大半个月也不来看看，就不怕我卷钱跑了？哎呀，错了，我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的为人我放心，你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。原谅你了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啊，一直忙着照顾我爸，一边啊忙着对付冯天鹏，确实没什么时间。伯父情况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再养一养就能出院了。那就行。这个冯天鹏是真的坏，当年背刺你们家，把你们家搞破产了，到现在竟然还对伯父下手。这个冯天鹏啊，迟早让他得报应。算了，不说这些扫兴的了。公司经营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今天刚签了一个大单子，厉害吧？不错，还是我们婷姐最厉害。小仙子嘴真甜，不过作为新公司，知名度不够，销售这方面还是有点困难。这样，到时候啊，可以借助万豪的一些资源去帮助公司。有大腿就是好，手指头随便露出来一点就够我用的了。来，我爸妈最近让我相亲了。年纪不小了，是该找一个了。放屁，姐永远18号吧？啊，好，婷姐永远18。你对我相亲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？怎么说？那个啊，喂，怎么了？喂，山哥，我无家可归了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就无家可归了？我跟家里人吵架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去找你。在我们家门口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挂了啊。你要走啊？我朋友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是朋友还是你的小情人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是我大学同学。我先走了啊。走了。啊！真是个混蛋！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爸妈，他们非逼着我相亲，我不想相亲，就跟他们吵了一架，然后我就跑出来了。那你打算后面怎么办？我想跟着你。什么？怎么，连你也不愿意帮我？不是，我家还有一间空房间，要不你先住几天？好。我名下呢是有好几套房产，但都是毛坯房，你也住不了。你就先在我家住几天啊？你去沙发坐一会儿，我记得有一套新的睡衣睡裤，我去给你拿过来啊。这个给你，你拿着去洗澡吧。好你个李轩，自己走了，把我扔在这里。
好意思啊，这一次是我不对，下次我一定赔罪。小蝶，你没事吧？我脚崴了，你进来帮我一下。好，这你还看？快把我扶起来！你脚还疼不疼啊？我疼啊！那你还洗不洗？我洗，我当然要洗了，我才洗了一半，头发都湿了。哦，那你等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搬个小板凳过来，你坐着洗啊。好，你去吧。那个，给。你扶我起来啊！那我先出去了。你出去吧。哦，好。洗个澡还能崴脚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谁让的地那么滑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还疼吗？一点点，但好多了以前。那行，那就先这样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去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李董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不用了。李董这次来有何贵干？我最近不是刚开了一个服装品牌吗？毕竟是个新服装品牌，然后销路打不开，想要借用一下万豪的影响力。没问题，我立即安排各城市的实体产业，只要李董的服装一到场，立刻就能占领各大城市的大型商品柜台。行，那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办了。好，李董放心，慢走。你脚好点了吗？还疼不疼？已经不疼了。那就好。轩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说。假扮我男朋友。啥？是这样的，我爸妈他一直逼着我相亲，说我要是不同意就跟我断绝关系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。你不会拒绝我吧？那万一弄假成真了怎么办？你真坏。行，我答应你，都求过我一次了，这一次肯定答应你。轩哥，你真好。是，你看这个，那是我妈有些刻薄，总想找个金龟婿。一会儿他们说什么，你千万别在意。都听你的。走吧。走。小蝶，他是谁啊？这位是？这是我男朋友李轩。你们家什么意思？逗我玩啊？你这孩子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伯母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可以给小蝶幸福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能给小蝶幸福？你看看你穿的这身，还说给小蝶幸福，说出来这句话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还有这车，你买得起吗？你说要给我们小蝶幸福，你能给什么？你是有豪车还是有别墅啊？轩哥，对不起，你别在意他们的话。不在意，挑两小丑罢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可见过你在大街上捡破烂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蓝小蝶，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？找个捡破烂的人当男朋友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伯母，小蝶有自己的选择，她选择谁谈恋爱是她自己的想法。臭不要脸的捡破烂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你跟他比，你有什么？人家是开宝马X3来的，你有啥？臭屌丝，你还跟我比？就你这样，能给小蝶什么？估计你在这个城市买套房都费劲吧？捡破烂怎么了？人家李轩靠的是自己的力气吃饭，再说他也不是一穷二白。捡破烂怎么了？哼，捡破烂他倒是能捡套房，
请套车那也行呀。什么都没有，还在这说。伯母，捡破烂确实是被别人不认可，但是您说的捡破烂能不能捡到一个车或者一套房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容易。妈，你不能以貌取人。李轩虽然是个捡破烂的，却是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。真的？我看啊，这是租车装大款，还大老板呢。等会儿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老板。小蝶，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妈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哎，哥，你可算来了。相亲还需要我撑场面？哥，这个收破烂的吹牛逼装大款，那您可得制裁他呀。谁呀？李董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世界还真巧啊。李董，你说这收破烂的？哥，对李董尊重一点，他可是万豪集团的股东。万豪集团的股东？赵辉啊，被万豪集团赶出来以后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带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赶快走，希望您能在李总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。好，赶紧走吧。快走！贤熙呀，一定要对小蝶好呀。好的，伯母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带小蝶走了。忙点好，忙点好。哎呀，男人嘛，一定要有事业心。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赶紧走吧，对你的对象好一点啊。拜拜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她这人有点势利，不过这下我能名正言顺的住你家了。你高兴什么？不是说好了不弄假成真的吗？走吧。福台新区开发项目，购入地皮享9折特权，抢占城市商业新风口，先到先得。找冯天鹏报仇，靠捡垃圾也不行。成立公司已经筹办许久，这正是一个机会。走吧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听说你们公司新推出了一款商业地皮，我想看看。哎，好的，先生，我这就去叫我们经理，您稍等。哎呀，您好。哎，我是这儿的营销部经理林旭。哎，您好，免贵姓李。哎，来，请坐。听说你想要买我们这块商业地皮？对呀，我们这块地啊，在1环之内，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而且范围很大。我们准备分几块销售。来，李先生，你看一下，不知道你中意哪一块？这一块地皮确实不错，而且还有9折优惠，错过了有些可惜，不如全买了。林经理，如果我把一整块地皮全买了，还有没有其他优惠？要不这样，我再给你优惠100万。再便宜点，我买的可是一整块地皮，这不少钱呢。我们这块地一共是6000万，打完9折是5400万。要是李先生全部都买的话，5000万卖给你。一言为定，林经理爽快。辛苦了吧，我给你煮了醒酒汤。哟，这么乖，跟小媳妇儿一样。去，不识好人心。好，我的错。哎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买了一块地皮，为后面的公司开业做准备。你要开公司了，怎么不跟我说？啊，这刚开始筹备，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去你公司上班啊？哎，我说，你放着万豪集团的总经理的职位不干，去我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，你咋想的？
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才是万豪集团的大股东，我才不傻呢，知道哪条大腿最粗了。你让不让？你要是不让，我就……你要干嘛？你要是不让，我就抱着你哭。好了，行，以后啊，我成立公司啊，你就是我们李氏集团的1号员工。轩哥，你人真好。喂，詹婷大姑奶奶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上次把我独自丢在酒吧不说，现在又当了这么久的神手掌柜，真是混蛋！我的错，最近太忙了。哼，这次给你打电话是有正事，最近公司已经有收益了，30万已经打进你卡上了。哎呦，还得是我婷姐，厉害！不要光嘴上夸，搞点实在的。2天后我家里有个家庭聚会，你陪着我一块儿去吧。行，我一定陪你去，到时候。行，那就先这样了，到时候我联系你。好。那个，给你打电话的是谁啊？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那就是青梅竹马了。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哎，对了，我爸妈最近要回来，你要是不想回家的话，我再给你找个地方住。行，那我先去睡觉了。现在公司的办公楼准备好了，店铺我也有几家，就先从珠宝行业入手，跟冯家竞争，房地产也可以了解一些。哎，小蝶怎么到这个点了还不出来？喂，张老板，有什么指示啊？今天下午我要去新开发的落日江景房看看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行，下午见。哎呀，真是困了送枕头。不好意思，李先生，我可能要晚到一会儿。行，你自己先看看啊。行，不用急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这里可不允许蹭空调啊。我是过来投资的。先生，说谎可不好啊。这人竟然说自己是来投资的，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信不信我让保安把你赶走？有本事你就试试。保安，住手！住手！李先生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个女的说我是进来蹭空调的，还要把我赶出去。你不用干了，收拾一下东西回家。张总，我不知道。李先生，咱们进去吧。我操，他竟然认识张总，而且我看张总好像对他还挺恭敬的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李先生，落日江景房还满意吗？不错，我给你投5000万。哎呀，多谢李先生信任啊！我把这市野最好的别墅区给你当礼物吧。这一套应该值不少钱吧？哎，李先生满意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李先生要成立新公司了？张总的消息就是灵通啊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个还真有啊，公司刚成立，现在还需要员工。小意思，我给你找几个有能力的员工给你用。那就谢谢张总了。哎，客气。这长剑啊，真能喝呀！哎，小蝶怎么不在家啊？奇怪，小蝶，小蝶，哎呀，算了，小蝶这么大人了，丢不了。哎，好累啊！是小蝶吗？是我。啊。
小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可是，你别拒绝我，你拒绝我，我会哭的。可是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让你主动呢？哎，昨天晚上那么勇，怎么今天变成小鸵鸟了？啊！你别再说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出来吧。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你可不能提上裤子不认账啊！是女朋友。说吧，昨天晚上为什么勾引我？那我不是怕你被别人抢走吗？而且你还要赶我走。谁？就你那个青梅竹马呀！你说詹婷啊？我俩都7、8年没见了。再说了，谁说要赶你走了？是因为我爸妈这2天要过来。儿子，我们回。爸妈，你俩回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啊？别打岔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小蝶在一起了。小蝶是个好女孩，你好好珍惜她。会的。儿子，可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给小蝶幸福啊？爸，你儿子的事业正在逐渐起步，再过一段时间就给你们一个惊喜。终于开业了。老板，不好了，我们旁边新开的一家公司好像也是做珠宝的。什么？抢我王小虎的生意？不想活了！老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让他尝尝抢我王小虎生意的厉害！大哥，我小虎呀，对，有件事呢，想要拜托您。恭喜恭喜，开业大吉！开业大吉！谢谢各位吉言啊，谢谢。小轩子，开业大吉！婷姐，你来了。谁是李轩？你们是谁啊？你就是李轩？是我。你工作的地方不合适，换个地方。要是不换，小心了。那要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哼。张总，我是星海商务的总经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您过目。这我名片。李总啊，恭喜恭喜啊，开业大吉！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会议吗？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哎呦，你李先生的公司开业，我怎么能缺席呢？谢了啊。张总，我们星海商务最近有个娱乐城项目，你看有没有兴趣能投一下？一边去。哎呀，你笑什么笑？肯定是你用什么手段蒙蔽了张总。是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自称是什么星海商务的吗？啊，有本事你让他同意合作呀！张总，我们可跟这种小公司不一样，你要合作一定要先选我们的。有话直说。是这样的，张总，听说您最近有一个落日城项目，我们想承包您房子的设计和包装。落日江景房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位就是落日江景房的2股东吗？怎么跟他说话呢？啊！哇！天哪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豪车，这几辆车加起来应该有上千万了吧？天哪！李嘉诚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这种大佬竟然也会来到这里啊！恭喜了，李总啊，开业大吉！感谢李总万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的开业典礼，谢谢啊！客气了，哈哈哈。这位是啊，一个扬言要拆掉我公司的人。
李总，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我们熟吗？有误会吗？李总，我们也是来恭喜开业大吉的，来者是客。哎呦，你的祝福啊，我可受不起。你啊，还是赶快走吧。李总，我们……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没听到让你走吗？是。老大，咱接下来怎么办？妈，能怎么办？找王小虎算账去，让我得罪2个大佬。李总，开始剪彩吧。哦，剪彩，来，行。来，我们开始啊！来，恭喜啊！开业大吉！恭喜啊！开业大吉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来，里面请。好，里面请。小轩子，这位是？啊，我秘书，兼我女朋友。那真是恭喜2位了。哎，那你去追他。我可不敢。王小虎，你个王八犊子！怎么了，大哥？您这是刚教训完人回来啊？滚蛋！你知道这次我因为你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吗？怎么不就是小人物吗？小人物？他认识张谦和李嘉诚，这他妈小人物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我去你的！给我打！等一下，老大，我是真不知道呀。我管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你得罪了2个大佬，总要付出点代价吧？给我往死里打！站着干嘛？快坐。坐。我爸妈回来了，这个地方是刚找来的。谢谢轩哥。你跟你男朋友客气啥呢？对了，今天我看有很多人加你的联系方式，成果怎么样？一共收到了20几家的合作邀请，明天你去对接一下，就当锻炼一下能力。好。好你个李轩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喂，舅舅，你快帮我，我快被人车祸死了！你又惹祸了？舅舅，我旁边新开了一家公司，老板叫李轩，我以为他被打了一顿。什么？李轩？没错，就是李轩。我看你是想招惹人家，被人贬了，你才找的我吧？那哪能啊，舅舅？你自己解决吧。喂，舅舅，喂，妈的！喂，帮我办一件事。轩哥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原本谈好的合作商刚才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要取消合作。别慌，坐下歇会儿。一个晚上让合作商全部取消合作，能有这么大力量的也不多了。是谁？冯天鹏。他怎么这么坏啊？没事儿，合作商取消合作是要赔付违约金的。这20多家公司能够收2000多万的违约金，就算咱们公司的第一笔收入了。确实啊，不过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他肯定会对咱们再出手的。没事儿，咱们不用慌。击败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敌人犯错。冯天鹏肯定会继续向我们攻击，到时候咱们见招拆招。哎，对了，咱们买的珠宝原材料到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店了。这可是咱们第一个业务，一定不能出了差错。
谁啊？老板，不好了，咱们的珠宝材料出问题了！啊？什么？我现在过去。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批货里全是杂质。好你个冯天鹏！爸，事情都安排妥了，李轩的供应商被我给收买了，卖给李轩的货都是参差品。真是一出好戏呀！李轩的公司刚开业，卖给顾客是残次品，我看他新开的公司也干不了几天。太好了！这怎么办？短时间内咱们根本找不到第二批高质量的珠宝原料。莫慌，我来解决。系统有没有优质的宝石原料供应商途径？优质供应商途径价值200万，是否购买？可以进行购买。优质供应商途径购买成功，已进行发放。哎，您好。哎，你好，是您购买的宝石原料吗？啊，是的。你们可以加急配送吗？当然可以，您是我们的贵客，现在就立马安排直升机进行配送。好，谢谢啊。解决了。轩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当然，等着收货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李轩真是命大，没想到能认识王家，正好缓解了李轩的燃眉之急。先是张谦，又是李嘉诚。又出个姓王的，不能让李轩这么发展下去了，否则我冯家就死到临头了。爸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？我真会，我给你就这么做。冯天鹏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举办的金融大会，不怀好意。不过哪有不去的道理？皮总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来参加这个金融大会啊？这次冯天鹏啊，就是冲你来的，你要多注意，兵来将挡。你有把握就行。你好，李总，好久不见了。李总，里面请。冯总啊，你还真是不长记性，净搞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。哼，还是比不上你。咱们到里边坐坐吧。行。哈哈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莅临天鹏集团的金融会议。现如今，我们天鹏集团向社会广招投资，只要投资超过1000万，将有50%的提成。这冯天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假的。李总，一会儿我让你看一出好戏。冯总，传媒投资1000万，我也投资1000万，我也投，我也投。好，大家别着急啊，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去柜台去登记，大家不要着急啊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抱歉，刚才我接到一个通知，说有人混进了我们的会场。现场混进了一个捡垃圾的，我们现在要现场清场，请大家配合。冯天鹏，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天哪，这捡垃圾的怎么混进来了？好脏啊！就是他。原来是他呀！你们快看，这个人和照片上的怎么一个样？就是他，怎么混进来的？李轩，你个捡破烂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竟敢在我的公司里撒野！怎么会有人这么粗鲁，在会场打人？难怪是个捡垃圾的乡巴佬。一群乌合之众。李轩，
你一个企业老董，在大街捡垃圾，你要是缺钱，你求我呀，我可以帮你啊！啊！冯天鹏，你真的觉得你自己赢了吗？天哪，冯总私下竟然是这样子的！没想到冯天鹏私底下竟然如此恶心。那之前天鹏集团的那些事都是真的。快把他给我关了！我都试过了，可是怎么都关不掉。滚！老板，你真的要让出50%的分红吗？怎么可能？不过是骗傻子的手段而已。可合约上有公司的公章，假的账，他们发现不了的。我怎么说他突然这么大气？原来是想骗我们投资啊！诸位，我们的合作都是具有法律效应的，这是人为造假，大家不要被骗了。诸位，这不是伪造的，这是真的。我是天鹏集团的副总，我可以证明。孙大志，你敢背叛我？冯天鹏，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你们干什么？犯罪嫌疑人冯天鹏现因过失致人死亡罪、抢劫罪、挪用公款罪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罪，正式对你进行抓捕。不是我干的，你们竟然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再想陷害我！有什么话到法院再说。我不服！冯天鹏竟然被抓了，福台是要变天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是李氏集团的总裁，以后啊，希望和大家多多合作。好。前福台企业家冯某鹏对所犯罪名供认不讳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好，这个冯天鹏终于不能出来蹦跶了。那冯小斌呢？跟我之前一样哦。